Hello，大家好，这里是 Max 白，欢迎大家再次观看我的视频。正如大家所见，今天我们不在路上，而是在我跟朋友的车库。因为现在已经步入冬季，所以我会跟朋友像往年一样，对摩托车进行一个冬季的保养，然后也不会再骑车。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开启我的第二个系列，叫车库课堂。正如曾经有位名人说过 My profession, a man is only as good as the car he drives. You take care of the car, car will take care of you. 所以在这个系列，我会教大家一些对摩托车冬季最基本的保养，不用花太多时间，也不用花太多钱的这么一个保养，让大家自己在家就可以对摩托车进行一个基本的保养。因为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对自己的摩托车一年的骑行之后，在保养的时候也可以观察自己的摩托车是否所有地方都没有松动、没有漏油的情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步保养是换机油。因为德国这边人工费特别贵，所以我跟朋友基本都会选择冬季自己做保养。我不知道国内或者其他地区的朋友是在冬季怎么保养自己的摩托车，是否他们那里的人工费也特别贵。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对于换机油需要的一些材料。第一个是原厂修理书，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摩托车有一个长时间的持有的话，这原厂修理书是一定要买的，因为里面记录了很多一些用户手册里面没有的东西。就平时对自己摩托车保养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修理的话也是一样的。第二就是机油，机油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原厂修理书里面所记载的机油选择。再者就是滤芯，滤芯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种带有头的，有头的话对于卸载和安装都会方便很多，因为没有头的话原厂是需要另外一种工具去卸掉的，然后这工具我现在没在手边，如果找到之后的话，我会给大家发个图片在网上。再者就是一支 Mark 笔，之后它的用途之后我会告诉大家。再者就是一个新的 Dichtungsring，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一定要新的。然后一双手套，再者是 Drehmomentschlüssel， 然后再有一个 Trichter， 最基本的工具就完整了。哦，对了，忘了，大家还需要一套这种工具箱。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应该国内国外什么地方买到这种基本的工具箱就行了。还很重要一点，就是在那个换机油之前，一定要让摩托车先运转5到6分钟吧，让机油有一定的温度之后，这样换起来会更方便一点。现在我已经把所有车壳已经拆掉，根据大家普通的车型有仿赛也有街车，街车会更方便一点，不需要拆什么车壳。但是如果大家是仿赛的话，比如像朋友的杜卡迪，那么你就需要把旁边侧面的一些车壳拆掉，然后可以达到这个点。然后这里我已经把车壳已经拆掉，然后引擎的话我已经运转了5、6分钟，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动手卸机油了。这里我建议大家在用锡箔纸在你的排气管和你的机芯中间铺一层，以免到时候拆机芯的时候会漏油漏到排气管上，就特别麻烦。然后这里一定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手被排气管烫到。一些工作就绪之后，就可以拧开机油的螺丝。大家手套一定不要忘记，因为如果大家不想机油满手都是的话，最好还是这样手套。然后这里就是已经用过的 Dichtungsring， 然后我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是新的，这个是用过的，但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用过的已经被压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在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也换了。The fuck！ 大家一定不要学我，我这里就把那个螺母拧花丝了，然后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工具，
然后刚被我找到了。现在我就需要把这个卸掉，这 Ausgleichbrett 卸掉，才可以把它拧下来。尴尬。所以怎么说呢？大家买不买这个螺头都一样。我现在就算买螺头，也是需要用另外一个工具把它拧掉。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就可以通过用手把它拧上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在滤芯里面有没有铁屑那种东西。如果有的话，就说明你的引擎或者是你的Getriebe 有比较大损伤。然后就我看来，我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东西都没有。机油的话，我们让它在这里留个5到6分钟，然后就可以把螺丝和新的滤芯油换上。好了，现在5分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可以把螺丝拧回去。在这之前，把这个螺丝清理一下。然后配上新的 Dichtungsring。之后再是开封新的滤芯。好，这里大家要注意，看你的滤芯是否有损伤，特别这一层钴米橡胶看有没有损害。然后我这里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用一点老的机油，把这个表面润滑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原厂的修理书就非常重要了。这里比如记得很清楚，它需要，比如我这里写的是2.7升，是只把机油换掉，然后2.8升是包括换了机芯之后的要加进去的机油量。比如大家看，这里显示就是要你的螺丝是要30牛米，然后滤芯的话，滤芯这个是26牛米，所以大家一定要买这个原厂的修理书。然后大家这里也要注意，当到达那个扭矩之后，这个 Trennmuschlüssel 会发生一个 click 的响声，在那之后一定不能再扭，不然就会把这个螺丝拧坏。OK， 这30牛米。同样的，机芯的话，也是到达一定的扭矩之后，就不要强力的再去拧它。OK， 最后的话，可以把清理一下。下一步就是换新的机油。
然后这里是有个小技巧的，大家上面写的是2.8升，但是大家先不要加到2.8，因为如果你加的太满的话，你要卸掉油就必须重新把那个螺丝拧掉，然后再卸油就很麻烦。那么如果你加少了，你可以再补，就会方便很多。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既然写2.8，那我就先放2.6。OK， 油加完了，然后最后把机油盖拧上。然后现在大家要做的是，把引擎发动，让它跑大概5分钟这样子，因为机油现在必须要从引擎，从油箱到引擎，再到这边 Zylinder 这边，它要整个运行一遍之后，然后等运行5分钟之后，等它慢慢的降到油箱位置，然后大家再检查一下，大概你的机油的位置在哪儿。如果太少再补，太多的话估计有泄了。但是我刚刚只加2.6，然后没有加2.8，我估计应该不会用再泄，只会再补。所以我现在把引擎待会儿打上5分钟之后，大家再看看现在机油的位置怎么样。OK， 刚刚引擎已经运转6分钟之后，现在已经冷却下来。大家看，这是现在一个油量太少了，所以应该还要再加一点。然后大家最好的油量的话，是应该在，这是 maxima， 这个是 minima， 最好的应该是在大概是在2/3这个位置，最好的应该是。OK， 现在我就要继续往里面加机油。OK，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机油量是正好刚刚在 maxima 之前这种最好状态。OK， 那么现在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个 Mach 笔。这 Mach 笔的原因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螺丝跟这个高阶画条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对。如果你之后发现这条线两条线不对称了，那么就知道这个螺丝肯定在行当中松动了，那肯定是要再拧紧一点的。OK， 以上就是这期车库市场的所有内容了。希望我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然后我也会持续为大家推出更多更好的视频。谢谢大家，拜拜，下次再见。